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的是伊朗，難道要封核15年確定了嗎？來換解禁，等一下就細節會來特別一次做觀察。川普在這時候高喊說，美伊的協議已經正式的進入了倒數計時，尤其呢 ，CNN 做了一個計算，川普說已經快要達成協議了，喊了37次，是不是這一次又是狼來了呢？那我們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另外，今天會特別關心到的是伊朗的這一艘潛艦哦，可以布雷，它是一個迷你的潛艦。等一下就它的戰力細節也來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分析，威脅直指荷姆茲海峽。好，先來關心到的是在美伊衝突持續升高之際。我們看到了川普在9號這一天又在喊話了，他說呢，美國跟伊朗的核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到了最後階段，而且呢，他說2到3天之內就能跟伊朗簽署協議呀。他說呢，接下來簽完之後，伊朗會全面的禁止擁有所有的核武，而且呢，荷姆茲海峽在我們簽署完的當天就會立刻可以重新開放了。他還說呢，等到開放之後，油價就會大幅的下降。我在2週之內就會取得這一場重大的勝利。講完之後 ，CNN 就立刻很酸了。他說呢，我們做了一個統計，從3月份美伊開戰到現在，川普啊，你至少已經說了37次，說你會即將達成協議，真的嗎？這一次真的可以成真了嗎？那另外一方面呢，外媒也做了一個披露，說這個美伊的和談現在是不是看起來真的有希望了呢？因為根據了解，美伊雙方正在談的一項是有關於伊朗將會封核達到15年，伊朗會答應嗎？我們來看到這個細節哦，包括了說會伊朗的方面停止濃縮鈾、稀釋濃縮鈾的庫存，還有拆解部分核設施，接受國際的突襲檢查。來自《紐約時報》的方面又做了一個比較細節的分析，他說呢，這15年被視為是一個折中方案，原因是說美國原本是提要求凍結20年，伊朗是提10年，所以中間的這個15年被視為是美伊雙方各讓一步的一個折中方案。另外呢，其實美伊在沒有辦法達成協議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關於核設施的部分，到底要不要拆除呢？那美方的方面說呢，已經要求說3座主要的核設施都必須要拆除，包括了納坦茲、福爾多跟伊斯法罕。但是傳出來呢，伊朗說3座當中，我只願意拆除當中的2座。而且呢，美國很緊張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當中這邊我們剛剛也提到福爾多嘛，這個在這個奧巴馬時期曾經生產過，在這邊哦生產過這個類似武器級的燃料，讓美方針對這個議題是特別的謹慎小心的。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的？如果伊朗，我們先做一個假設，願意接受15年的協議，代表川普成功逼這個伊朗來做讓步嗎？還是德黑蘭它其實有更大的一個戰略目標，是為了先換取解除制裁嗎？那川普喊的2到3天之內會簽下協議 ，CNN 說你已經喊37次了，說你快成功了，真的談得成嗎？委員怎麼看？對，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講到說，現在的停戰哦，是一個非常脆弱而且不穩定的停戰。在停戰的過程當中，其實大家互相還是在打來打去哦。那麼，但是只要你說停戰，它就是停戰。可是有一些事情哦是混不过去的，就達成協議這件事情是混不過去的。所以呢，也許你接下來會看到為期1年2年的停戰，但是這2年的過程當中，仍然持續的不斷有零星的大小規模的衝突。但是如果也真的要照川普的期待說要盡快的達成協議，我認為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這一次的談話將會被列為他第38次的狼來了的這個唬爛的一個這個論述了。而且大家仔細注意一下，這個川普在每一次放話說要達成協議、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他們都玩了另外一招，他們都會去找一個美國的媒體來配合放消息。所以呢，除了川普的談話，你就会看到某一家美媒開始就放出訊息了，說這個協議的內容是什麼？這個協議幾乎已經談好嘍，然後現在就放在川普的桌上了，等着川普要簽署了。包含像這一次，你看到說這協議快談好嘍，從這個10年、20年取得折中15年，現在就只剩下最後一點點的這個歧義，只要解決了就好了。可是在這過去的37次加上這一次的第38次裡哦，你都會發現最後伊朗就出來打臉了。那麼我不要講說前面那幾次啦，你就講第37次是上周才剛發生的。川普說什麼？說這個周末就可以達成協議了。
那我就很好奇，那這個周末到底達成什麼協議呢？這個周末，如果你還記得，思敏，這個周末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兩個人對打了一輪，就不但沒有達成協議，以色列跟伊朗兩個人狂轟猛炸對打了一輪，還需要川普出來按捺雙方，說大家冷靜哦，大家不要再打了。好，所以呢，你看到川普說第38次，就是我們現在聽到的這一輪呢，38次就要達成協議了。那如果真的會達成協議，那我們剛才在上一輪討論的這個美國跟伊朗的互打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就都已經要達成協議了，美國有必要去做什麼智慧性打擊嗎？伊朗要發動21次的攻擊嗎？所以這又是另外一次的鬼扯啊！就是事實上，美國跟伊朗要達成協議，根本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彼此的立場是完全的南轅北轍，天差地遠，不可能有交集。大家看到剛才電視牆上講的，美國這個透過西方媒體放出來的這個認知作戰，說這個協議內容達成完之後呢，荷姆茲海峽隨即就要開放了，這就美國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了，笑死了！如果伊朗真的同意了這樣的協議的話，那伊朗的那些人都白死了，那100多個烈士是莫名其妙的被殺了嗎？然後伊朗的民眾莫名其妙被炸了，那160幾個這個女性的小學生也是莫名其妙的犧牲了，這筆血債沒有血償，然後伊朗還要往後退，伊朗怎麼可能會接受這一點嘛？所以我根本上就認為，現在所看到的所有的協議的內容，你不管講說這個濃縮鈾核設施，光是荷姆茲海峽這件事情，伊朗就不可能會讓步的。伊朗在這件事情裡，他如果讓了，摸摸鼻子退回來了，真的簽了一個這個莫名其妙的協議，那麼伊朗就等着2年後、3年後，美國跟以色列會捲土重來啊，準備好了再一次把它殲滅掉。所以對伊朗來講，他的看法，我認為伊朗盤算的很簡單，我付出了這麼大的犧牲跟代價，如果我沒有辦法一舉把美國驅離出中東，如果我沒有辦法一舉奠定我在中東這個霸主的地位，那麼這場仗我不會停的啦。好，其實是現在雙方在和談上面真的是南轅北轍，雙方提出來的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剛剛也說了嘛，外媒提說這個可以封存15年，伊朗有可能答應，有這樣子一個說法，一修又怎麼解讀？我認為第一個核武現在幾乎是不可能談判的，因為這個已經是變成小哈梅內伊他的一個核心了，他直接已經下了他的教令，說禁止這個武器這個用作這個濃縮核，就是濃縮核原料這部分出口。本來一度有傳出說是不是透過大國啊，也有人就說可能就是北京來作為這個武器部的一個儲存。當然，我認為北京是不會接這個茬了啊。那也有人說到是不是由巴基斯坦來處理。但我覺得這所有的窗口都過去了，因為只要以色列繼續打真主黨，都會被德黑蘭視為毫無誠意。所以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只差別是接下來是要大打還是小打。但是美國是不願大打的，因為現在美國任何的大打，那川普現在的支持度大家知道是多少嗎？是25%負的，不支持60%，支持35%。所以這個對他的其中選舉來講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還有一個點就是說，川普目前陸續已經開始初選，已經通過。初選之前，你還可以裝模作樣，因為在初選階段的話，馬卡帕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幾乎在國內，包含像有一個這個參議員，他是本身是當時這個白宮這個動亂的時候，他是投下反對川普那邊的，結果他被川普用初選做掉了。但問題是你總要進入到大選，當你進入到大選的時候，馬卡的票是不足以贏得這個勝選，所以這是這整件事情的關鍵。現在美國呢是等於說有一點被以色列架着，但這個架着他想下去又下不去，就非常的尷尬。那我自己個人的觀察是這樣，伊朗知道這個概念，所以反正拖嘛，我已經拖了40年也無所謂吧。1979年開始到現在被制裁，不再制裁了幾年了，這就無所謂。所以沒有伊朗有拖下去的底氣，但是美國沒有拖下去的辦法。而且更直白的講啊。現在你剛剛跟這個透過中美會談，你架構了一個全新的樣態，什麼樣態呢？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是什麼概念？也就是從原本的冷戰對抗敘事轉換到合作競爭敘事，要競爭，但是以合作這個穩定彼此，不要發生強衝突，因為一旦發生強衝突叫什麼？鬥則兩害。美國要做霸主沒辦法嘛。但可是問題是，好，你說要合作，要合作競爭，那重點是你要趕快發展自己啊。你美國現在一個被俄烏戰爭拖着，另外一個又被伊朗拖着，而中國大陸現在呢高歌猛進，他要做什麼？等一下我們還會討論到，包括後面這個 AI 的一些問題。那你這個不就是一直在錯失你自己的時機嘛？而且事實上也會因為你這樣非常被動的形態，你在接下來9月份的時候，這個習近平還要過去啊，9月24號這個中秋節前夕，那再過去的時候，那再談一次，那形勢又是怎麼樣了？
這個是整個觀察的要點。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的問題就在這裡，但他必須要下一個決心啊。如果要這件事情有個結尾，他必須狠起來對以色列。所以现在有些網友在笑稱啊，那乾脆美國不要再炸伊朗，美國直接去炸什麼？美國直接去炸耶路撒冷，去炸特拉維夫，直接把納塔雅胡給做掉，這事情就解決了。是這個是有可能的，這當然不可能啊。但是整體來講，只要把美方的這邊對伊朗的就說對以色列的武器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的話，我認為以色列的後繼是很困難的啦。好，我們剛刚就這個政治外交面做了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那我們也來看到，在這個和談上面，剛剛我們說了嘛，不管是濃縮鈾或者核武問題、核設施問題，看起來都是無解。那荷姆茲海峽問題有沒有可能有解呢？尤其現在還有一個卡關的事情，就是伊朗現在持續的在荷姆茲海峽這邊秀它的軍事肌肉。現在我们要來看到的是它最新的一個迷你潛艦哦。根據了解，它是叫做隱形守護者，是可以在這邊偷偷的靠着這個潛艦繼續的布雷的。來看到它的小檔案，它叫做加迪爾級的迷你潛艦。伊朗呢，根據了解有16艘哦，每艘其實不用10個人操作，它可以搭載2枚的魚雷跟2枚中國大陸設計的 C704 反艦巡弋飛彈。那幹哥怎麼看它的戰力？對於美軍的威脅有多大？好，這就是標準的叫做不對稱戰力。什麼叫不對稱戰力？通常來講，我們說潛艇，你看我們的這個海鯤艦要下水了，對不對？我們現在的泛指的這樣子，就是一般正常的海權國家，他們要派出去的潛艇都必須要接近2000噸，這艘船只有120噸而已，然後它有16艘，它就像小蜜蜂一樣，它是完全不對稱的。可是這小蜜蜂太可怕了，你知道它身上帶了什麼嗎？它竟然可以帶重型魚雷，雖然不多，它可以帶2發，但是它還可以再帶2枚由中國提供的 C704 巡弋飛彈。那這個是從最早的 C803 鷹擊飛彈給這個改良而來的。這麼小的一艘船，你知道這艘船有多大？你知道，它大概只有29公尺，就是我們等一下一出去看到公交車，是台灣的公車啊，就跟那個公車一樣大。寬也一樣大，長也一樣大，這麼小一艘，它其實老實講一句，它不算，它只能夠算是一種載具，它連艇都不算，因為上面坐不到10個人，再多1個人那個船不行的，跑不動了，因為它才120噸而已，它很小。可是它載了這麼多武器，等一下它還載了20顆水雷，你就想到這麼小的載具，它可以帶這麼多。好，我來把它的身世揭秘給大家。比如說，伊朗怎麼會有這麼多小潛艇呢？它的作用就是放在荷姆茲海峽，然後看到美國海軍航空母艦不敢進來啊，但是驅逐艦敢進來，驅逐艦進來這，那我要提醒你一下，這些袖珍潛艇就是由北韓的技術提供而來的。它的戰果是什麼？戰果是2010年韓國天安艦被炸成2半的事件，大家想起來了嗎？就是這個潛艇幹的，就是這個潛艇幹的。就是這種加迪爾型小型潛艇幹的，他秘密發射了1枚魚雷，然後天安艦不知道被誰打到，突然說：“艦長，本艦中彈了，哪裡？水線以下，水線以下中彈是沒有救的。棄艦，那艘船有2000噸，是當時韓國最新發展的普鼎級的護衛艦，2000噸啊，不是很大，但是老實講一句，他對付潛艇綽綽有餘，然後他大概在2個鐘頭之內就沉沒了，沉沒在黃海，它叫做天安艦，所以這件事情引起國際很大的震撼。真正的不對稱戰力，我用袖珍潛艇把你的正規的巡邏艦給打沉了，就是這個潛艇幹的。所有的技術從北韓移植而來，所以我講完故事之後，大家會想想看，這玩意兒可不可怕？非常可怕，而且它部署在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的深度只有最深的地方最多60公尺而已。它躺在荷姆茲海峽的海底，它可以躺着。為什麼？它不用開動，它只要發現了如果有美國的精銳的這個系統，比如說飛彈驅逐艦靠近來啊，或者是航空母艦之類的，它可以發射魚雷在那邊等待你，或者它可以布下水雷。那你說美國敢進到荷姆茲海峽嗎？它絕對不敢的。然後遇到這件事情之後，你會發現他更不敢了。所以這個戰爭，像委員講的，還有得打。
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